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非常实用的情绪管理书籍，吉村原子所著的《瞬间切换情绪的大脑自我对话》。这本书特别适合那些容易被负面情绪所困扰，想要学习如何培养积极思考习惯的朋友。书中指出，我们每天会在脑海中进行成千上万次的自我对话，而这些大脑自我对话直接决定了情绪的方向。是积极向上，还是陷入低谷？本书通过具体的技巧，帮助读者掌握如何利用自我对话的力量，快速将情绪从低落调整为积极的状态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用大脑自我对话让人际关系更加顺畅的方法；第二，通过大脑自我对话激发积极心态的技巧；第三，用大脑自我对话理清头绪、梳理思维的方式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用大脑自我对话让人际关系更加顺畅的方法。他人的建议有时候确实能带来启发，但也可能会让人觉得自己的方法被否定，难以坦然接受。即使知道对方是真的好意，但内心依然会产生反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妨试着在脑海中默念：听这个建议也行，不听也可以，坦然接受最好。在面对他人的建议时，你有权选择去接受，也可以选择忽略。关键在于解放自己，摆脱必须照做的思维限制。例如 ，A 女士常被同事 B 的干预感到烦恼，同事 B 总是探头看她的电脑，指手画脚地说：“你这样的工作效率不行，试试我的方法会更好。”但是有一天 ，A 女士注意到另一位同事面对 B 的建议时，只是敷衍的回应：“哦，是这样啊。”却并没有付诸于行动，这让 A 女士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一直以为别人提的建议都必须接受，其实只是自己的认知偏见而已。这种偏见会让人陷入诸如前辈的话一定要听，或者别人的建议不要去拒绝的思维陷阱。但实际上，最重要的是跳脱这种束缚，认识到自己有更多的选择。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，不仅能轻松面对他人的建议，还能更加坦然地选择是否采纳。这种心态调整或许会让您找到新的平衡点，甚至发现更加适合自己的处理方式。再比如，有的人在面对蛋糕时总是毫不犹豫地抢走自己最想吃的那块，或者在工作中将麻烦的事一推了之。这类行为是否曾经让您感到愤怒呢？当您对他人的自私或任性感到不满时，可以试着在脑海中思考，也许我也想这样做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人类90%的行为是由潜意识驱动的，而我们往往忽略了自己情感反应背后的真实需求。当您因他人的任性行为感到不快时，这可能反映了您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。例如 ，C 女士负责指导新人 D， 但新人 D 每次接到任务都毫不掩饰地说：“我真的做不了。”这种态度让 C 女士很不满，甚至向同事抱怨。同事却劝她：“新人嘛，多包容些吧。”C 女士反驳说：“工作中不能这么任性。”却被同事提醒：“您不也有想任性的时候吗？”这让 C 女士恍然大悟。C 女士从小作为长女，经常被要求姐姐不能任性，以至于她习惯了压抑自己的需求，独自去承担责任。然而，这一刻他意识到，自己的内心其实也渴望偶尔依赖别人，放松一下。心理学中称这种未被满足的内在需求为内在小孩。同样，当您因他人的任性而感到不快时，可以尝试换个角度思考一下，也许我也想这样做。这种思维方式不仅能让您发现自己的真实需求，还能让您更理解他人行为的背后动机，减少冲突，增强同理心。第二部分，通过大脑自我对话激发积极心态的技巧。在面对失败时，您是否常常对自己说：“果然我做什么都不行啊”，然后陷入到沮丧之中？事实上，失败本身确实会令人不快，但这并不代表您整体上都不行。当您感到自我否定情绪逐渐占据上风时，可以试着问一下自己：具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？
这种大脑自我对话能够帮助您跳出全盘否定自己的思维陷阱，将注意力集中在问题的具体原因上。易女士小的时候，经常听到母亲无奈地对说：“你真是个做什么都不行的孩子啊。”尽管母亲的语气并非责备，而是叹息，但这句话在易女士的心中深深扎根，逐渐形成了我是个做什么都不行的人的固定观念。在成年后，这种观念依然影响着她的生活。一次在工作中，易女士因为输入了一点小错误而被同事指出，她立刻陷入到了“果然我做什么都不行”的情绪中。回到家里，她偶尔把锅烧焦，也会下意识的自责。然而这时候，她的丈夫却轻松地安慰她：“不过就是锅有点烧焦了，不用太在意。”易女士的情况反映了我们在日常思维中的一个常见问题：原模型的省略。在这种思维模式下，我们无意识地忽略了许多具体信息，比如谁、何时、何地、针对谁等事实性细节，并且常常省略对这些信息的评价依据。结果，我们容易把片面的负面认知当成事实，像“我是个做什么都不行的人”这样的负面认知，往往是未经验证的误解。如果我们不主动去探究这些想法的真实性，就很难打破这种模式。这也是为什么易女士会持续陷入“我是个做什么都不行的人”的循环中，进而导致自我肯定感不断下降。失败本身确实不是件好事，但它仅仅是事情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对您整体能力的否定。当您尝试具体分析失败的原因，问题的答案往往会迅速显现出来。通过对具体细节的反思，我们不仅可以培养客观的思维方式，还能逐渐提高自我认知和自信心。所以，下次当您陷入类似“我是个做什么都不行的人”的情绪中时，不妨试着问一下自己，具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，用更理性的思维方式为自己寻找突破口，远离消极情绪的束缚。最后是第三部分，用大脑自我对话理清头绪、梳理思维的方式。您是否曾经因为失眠而感到无奈和痛苦呢？失眠其实有其背后的原因，它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保护机制。失眠的夜晚往往伴随着负面情绪或困扰心绪的事情，也许是您在工作中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，或是在健康检查时被要求复查，亦或是您刚刚经历了一段感情的结束，甚至明天需要面对一个让您感到烦恼的人。这些心事在脑海中翻腾，越是想要入睡，反而越是难以入眠。其实这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，大脑试图避免让这些负面情绪和问题进一步加深。当我们经历强烈的负面情绪时，如果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入睡，这些负面的记忆可能会在深度睡眠中得到强化，形成长期的记忆痕迹。这就是所谓的记忆的固定化现象。而大脑并不希望这些不愉快的经历被深刻记住，因此它会通过保持清醒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，导致您在想入睡时反而难以入眠。因此，失眠并不总是坏事，它实际上是在保护您，防止负面情绪被牢牢固化。然而，虽然失眠有其保护作用，但它同样会引发实际的睡眠不足问题。因此，当您感到失眠时，不妨在心中对自己说：“我是在保护我自己。”这句话能让你感觉到自己正在得到保护，缓解一些不安感。即使在失眠的痛苦中，意识到自己有一种内在的保护机制，也能让您感到一丝安慰。当您能够稍微缓解失眠带来的焦虑时，内心的平静会逐渐恢复，或许也会让您更容易进入梦乡。此外，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波折，那些不断努力的人，往往在经历了一次挫折后，容易觉得整个人生都不顺畅。如果您因为人生停滞而感到沮丧，不妨提醒自己，不要只关注某一小部分，而是要从全局来看待问题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您可以检查自己是否因视野局限而忽略了身边的幸福。人生有多个方面，工作、金钱、健康、家庭、人际关系、学习、娱乐和物质环境。您可以通过评分的方式记录每个方面的满意度。当您给每个方面打分后，
您可能会发现，尽管工作方面不太满意，但在健康或人际关系方面却有很好的体验。通过这样，你会意识到整体生活其实是令人满意的。人生是多维度的，当某个方面出现问题时，我们往往会过于关注这一部分，产生一种错觉，觉得整个人生都在崩溃。然而，如果我们学会转换视角，从整体上审视自己的人生，就能发现被忽视的那些美好事物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的大脑无意识地进行自我对话。如果我们能将这些内心的独白转变为积极的内容，当面对日常让您感到焦虑或烦躁的事情时，你会以全新的、积极的视角来看待它们。同时，你会更容易发现身边的美好，内心也会变得更加平和与稳定。这种心态的转变不仅有助于自我安慰，也能增进对他人的理解，改善沟通，让人际关系更加和谐。这样一来，您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轻松愉快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